如果有个网站要你付钱才能继续看，最好先想清楚它卖的到底是什么，因为有些地方，你付的钱不是买权限，是买自己继续待在镜头外面的时间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有些网站的加入会员不是让你付钱，是让你排队。暗网直播会员，欢迎加入接力。我本来只是个很普通的上班族，普通到哪天突然消失，公司也只会在群组里问一句：他今天有请假吗？我的生活很规律，早上挤捷运，9点打卡，中午买差不多的便当，下午开一堆没意义的会，晚上加班到眼睛发干，再回家洗澡、滑手机、睡觉。每天都一样到我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，只是身体还在自动上班。会碰到那个网站，纯粹是因为无聊。那阵子网上一直有人说，普通人看见的网络只是表面，下面还有更深的地方，藏着一些不会出现在搜寻引擎里的东西。我一开始只是随便看看，把它当都市传说。直到某天加班到凌晨，主管白天才刚在全部门面前把我骂了一顿，我脑子空得厉害，胸口却堵得像塞了石头。我坐在租屋处床边，突然很想看一点不正常的东西，不是色情，不是搞笑，也不是新闻，是那种会让你立刻知道世界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干净的东西。我照着教学进了几个页面，前面看到的东西都很无聊，假证件、非法药物、旧论坛，画面丑得像10几年前的网页。我本来快关掉了，直到我看见一个全黑的页面，中间只有2个白字接力，下面还有很小的英文 Watch Wait Your Turn。 我那时候还笑了一下，觉得这名字很装，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点了进去。页面跳得很慢，像系统要先确认你是不是真的想看。进去以后，画面很干净，没有广告，没有聊天室，没有主播介绍，中间只有一个直播窗口，右上角显示观看人数。画面一开始是黑的，几秒后灯亮了，镜头对着一张固定在地上的金属椅，椅子上绑着一个人，双手被勒在扶手上，脚踝也固定住，嘴里塞着东西，只能发出模糊的声音。旁边站着一个穿深色衣服的人，戴着面罩。我第一反应是假的，可能是地下整人直播，或者故意拍出来博眼球的东西。可下一秒，那个人拿起桌上的工具，动作不急，甚至很稳，像在处理一件已经做过很多次的工作。镜头没有拉近，但我看得很清楚。那个人的手指被固定住，然后第一节指尖没了。椅子瞬间在地上刮出很刺耳的声音，鲜血滴在地上的滴答声。那人整个人往后弹，身体扭得像快断掉，喉咙里挤出模糊的尖叫。几秒后，第2根、第3根掉在塑胶布上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有人随手丢了几颗果核。我当场把笔电合上。那天晚上我做了梦，梦里一直有金属拖地的声音，鲜血滴在地上的滴答声从走廊尽头一下一下慢慢靠近我房门。醒来的时候背都湿了，我一直告诉自己那只是演的，是特效，是故意吓人的东西。可我心里很清楚，不是。我本来以为自己不会再看，可隔天下班时，脑子里一直在想后面发生了什么。那个网站还在吗？观看人数真的都是人吗？昨天椅子上的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？这种念头很脏，我知道，可他一旦进来就会一直绕。那天晚上我还是打开了，一样的黑底白字，一样的2个字接力。这次换了另一个房间，水泥墙、塑胶布，一张金属椅，被绑着的是个中年男人，额头破了，半边脸都是汗，他的嘴没完全封住，所以声音一直断断续续露出来，不是完整的话，是人在痛到崩溃时剩下的本能。我明明已经想关掉了，可我没有，我看了10分钟。第3天、第4天、第5天，我开始每天看。一开始我骗自己，只是想确认这个网站到底是什么，想知道受害者从哪来，
想知道这些直播有没有规律，想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被举报，什么时候会消失。可后来我知道，不是这样，我是上瘾了。白天上班时，我变得比较能忍，主管骂人，客户找麻烦，同事推工作给我，我都撑得住。因为我知道，晚上回去以后，我还有别的东西可以看，一种比现实更强烈、更直接的东西。我开始靠别人的痛苦抒压，后来，我甚至会期待今晚是哪一个房间，期待椅子上坐着什么人，期待桌上会摆哪些工具。我对现实越来越麻木，对直播里的细节却越来越敏感。我会记得哪个人习惯先擦桌子，哪个会先掉镜头，哪个喜欢让受害者先看见旁边的东西。他们说话都很少，都很冷，都像在做一件重复过很多次的工作。直到有一晚，直播看到一半，画面突然跳出提示 Your viewing privilege has been suspended。 下方一排灰字 Free access quota exhausted. Upgrade to continue。 我愣了一下，原来前面那些都只是免费的，下面出现一个付款按钮。金额不高，低到像一个串流平台的月费，我只犹豫了几秒就刷了。页面跳转，几秒后，屏幕中央出现一句话：付款完成，欢迎加入接力。那时候我没多想，我甚至还笑了一下，觉得这网站真会装，付费之后能看的东西明显变多了。不只是直播，还有回放，不同房间的视角，甚至可以看到受害者被带进来之前的片段。有人是在回家开门后被打晕的，有人是坐上计程车后在后座失去意识，有人是住旅馆时喝了房里那瓶免费的水，还有人是在自己家沙发上睡着，再醒来就已经坐在镜头前。那天之后，我继续看，照样上班，照样回家，照样开电脑。直到那一天，我回家一开门，就觉得有点不对，不是东西被翻乱，也不是少了什么，只是一些很小的地方变了，玄关拖鞋歪了一点，茶几上的遥控器方向反了，窗帘像被人拉开过，又匆匆拉回去。这些变化太小，小到你会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。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，最后还是说服自己，只是太累了。那天我没有开电脑，我真的太累了。我洗了把脸，喝了半杯水，就坐到沙发上滑手机。没过多久，我开始很想睡，不是普通的困，是眼皮突然重的不正常，像有人从后面把我的意识往下按。我想站起来，可手刚撑到沙发边，眼前就黑了一下，最后只记得手机从手里滑下去，掉在地毯上的声音很闷。再醒来时，第一感觉是冷，第二感觉是手腕很痛。我睁开眼，花了几秒才看懂眼前的东西。摄影机，一台正对着我的摄影机，红点亮着。我低头，才发现自己坐在一张金属椅上，双手被固定在扶手，脚踝也绑住，胸口的固定带勒得我每次呼吸都发痛。我开始发疯一样挣扎，椅子在地上拖出刺耳的声音。我想喊，可嘴里塞着东西，只能挤出破掉的呜咽。然后我看见旁边那块熟悉的黑色屏幕，屏幕上是直播界面，右上角有观看人数，页面最上方是那2个字：接力。我全身的血瞬间凉透，有人从镜头外走进来，深色衣服，面罩，动作不快，跟我看过无数次的那些人一模一样。他低头检查固定带，又把桌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排整齐。我不敢看清，可我还是看见了小刀、钳子、剪刀，还有一把很窄的金属钩。那人整理完，才终于看向我，没有愤怒，没有兴奋，也没有任何像人的情绪，只是像在看一件排到自己手上的工作。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很冷，很平，像已经说过很多次。欢迎加入接力。他停了一下，那一秒，我脑子里所有画面全冲了回来。第一次付款时看到的提示，那些被带进房间前的回放，那些我曾经盯着看的手、嘴、耳朵、眼神，那些我以为自己永远只会隔着屏幕看到的东西。然后他又说，换你了。
那一刻，我终于懂了，这个网站的会员不是只有观众，你付的钱不是买观看资格，是买你继续排在后面的时间。前面那些被绑着的人，也曾经坐在屏幕前，也曾经觉得自己只是偷看，也曾经在看到欢迎加入接力时，以为那只是一个故弄玄虚的提示，直到他们醒来，坐到镜头前。而我终于轮到了。